最近越來越熱了，有點吃不进去飯。每年这個時候都是靠一碗鍋水麵再拌點牛肉醬挺過來的。然後我前2天在家意外統悟出一個巨好吃的牛肉醬配方。今年買了50斤牛肉，打算在家批量生產一下。這個醬要想好吃啊，很重要一點是肉的切丁不能絞餡。但對於活驢來說，刀工永遠是一道無法跨越的鴻溝。你瞅這個爹，我都急死了，但我不敢催他。就他拿刀這個姿勢，我生怕他一使勁把手指頭先憋折了。完切肉沒意思呀，就開直播來着。我爸那天也看了，但咱不知道他咋看的，迷迷糊糊的就以為我們在家串串呢，拉着我媽、我姑、我姑父就過來了。到這發現不是串，但羊入了虎口，我不可能讓他們走。這盛世如我所願呢，全家都讓我摁着了，扒蒜的、扒花生的、切肉的，真是老話說得好，在家靠父母，出門他還得靠父母。主要是上一次徒步搬家之後吧，我个人這一塊確實沒什麼朋友了。後來11點多就給他們放回去了，也沒讓他們空手走，一人都貼好幾節膏藥。完我爸說在家看直播那個手機太卡了，正好我前2天在轉着買了個2手的蘋果11，順手給他了。我買才花1800，用的跟新的差不多，但是比新的便宜2000多。他們還有認證的驗機報告，7天不滿意包退，完還免費保修1年。想換手機的趕緊去看看。然後切辣椒的時候我有點用力過猛，懟壞好幾個手套，手疼了好幾天不說，3天沒敢站着尿尿。完我弟說遇事還是先保大吧，這活就繼承給他了。但他的智商啊，遠比他的精神更讓我感動，因為我仔細看了一眼他這個裝備，這怕崩的地方不都在外面露着呢嗎？後來炒醬的時候都早上7點多了，我尋思1個小時就能炒完呢，結果炒了4個小時。我第一次用這麼大鍋炒菜，甚至還找着點食堂炒大鍋飯那個感覺。盛的時候我眼淚都要掉下來了，這30多個小時真不白幹呢，空口吃都賊香。把家裡所有罐都用上了，還有一大鍋沒盛呢。已經通知來取的人自己帶盆了，完也告訴他們了，也備點信封啥的，因為這頓下來吃飯就剩我們哥倆了。這回還只是少倆人，沒準下一頓就直接多2桌了。我就說那意思。我最近特別饞無骨雞爪，尤其是想起嗦雞爪的聲，饞的都睡不着覺。但總害怕外面賣的真是老奶奶啃的或者藥水泡的，就乾脆買了500根雞爪子，決定自己在家做了。然後看了好多去骨的教程，感覺也不難，但幹上發現是感覺的不準。那給我爪子都幹散架了，雞爪子還很完整。然後發現很多人說用嘴啃得快，我們試了一下，的確非常快。用工具去1根的時間，用嘴能嗑2到3根，而且只要牙沒縫，完整度還特別好。就這完整度會好到什麼程度呢？好多他們跟外面買的是一樣的。後來我發現用嘴啃的最大障礙不是牙口，是腸胃，因為啃一個雞爪起碼得下10幾口，完就整的滿嘴全是油。也就是說產量只取決於能咽下多少油。我本來還想再用工具試試，但這人一旦走了捷徑啊，那根本就回不去了。這一下子直接大洗牌了。那天看直播的有印象吧，在工具時代的時候，我弟也是有人給擦汗的狗老師，但突然退化到原始時代了，我弟只能淪為給人擦嘴的狗老弟了。但用嘴啃吧，看不見就那麼地了。問題這是明廚亮灶啊。後來就決定一人拿個盆，自己啃自己的，正好口味也自己調了。這一宿去骨去的都給我幹麻了。完尋活動活動，正好試試在唯品會新買的衣服。最近他們年終大促，滿地羊毛可薅，搜狗送都賊划算。這雙明星聯名款到手才花幾十，而且尺碼不對還能喊順豐上門換。夏天到了，這 T 恤啊、短褲啊都趕緊點評論區安排上呀。後來試完了，天都亮了，但還有小半鍋雞爪子實在整不動了，就決定給它滷了。就在這一刻，我突然覺得人類的悲歡有那麼一點相通了。這個世界上只要有人凌晨4點起床出門炸大廣，就一定有人凌晨4點沒睡在家炸雞爪子。雞爪滷完了，正好早上9點半，在樓下早餐鋪買到了最後一屉包子。然後我不知道啥毛病，吃紅豆粥都覺得嘴裡苦，就進屋打了幾根冰激凌，正好尋涼快涼快。等我出來的時候，眼淚都掉下來了。說好了個人啃個人的，這一宿看的恨不得上廁所都抱着。完我弟困得迷得糊的，打包全給打串了，我當場心梗了我。夏天到了，又可以放肆的吃小龍蝦了。但每年吃的小龍蝦口味都差不多，今年想研究個新吃法。今年趁便宜買了60斤，想看看取肉汆丸子能不能好吃。但是過程實在是太不順利了。剛要接水刷蝦的時候，我弟一不小心把盆踢倒了，我當時都懵了。我從來也沒想過買好的蝦居然要重新在家抓一遍，抓了2個小時，我心終於能消停幹活了。結果又有新的意外發生了。刷蝦的時候，我那個水管就沒拿住，我碰巧呲了他們一下。誰尋這一下給大夥呲燃了，蝦都不刷了，變成水上樂園了。等幾個老嫂子洗完澡再出來的時候，就變成這個造型了。那天換號播，就是因為這會兒他們被認定為擦邊女主播。
後來給小龍蝦取肉可挺费劲，蝦尾就没啥說的，就纯力气活硬掰。蝦鉗是最糾結的，就明知道它没肉，但是不舍得扔，只能一點一點摳。問題一個鉗子就只能取出這麼點肉了，這些我一共扒了1個多小時，取的肉都不到1個碗底兒。後來我就琢磨，這小龍蝦得虧是近代被發現的了，這要是早幾百年發現它能吃啊，那蝦鉗肉勢必又是一道流傳千百年的老佛爺名菜。後來有點餓了，就做了個小龍蝦醬拌麵。我最近認識個品牌的 PR， 他看我们成天拉磨實在太可憐了，送了我一台維他密斯的破壁機。這機器賊猛，直接打整隻帶殼的龍蝦都沒問題。它1分鐘能打37000轉，打個果汁賊簡單，可以直接放大塊水果，而且整條魚都可以直接打成魚湯，沒有渣，口感賊細膩，做任何菜都不在話下。然後吃完飯有點勁兒了，就直接給它都扒完了。55斤的小龍蝦，一共就取出5斤5的肉。這丸子現在呀，全看怎麼說呀。要說它是20塊錢1斤小龍蝦做的，聽着有點一般，但要說它是200塊錢1斤的蝦仁做的，感覺肯定特別好吃。早上的時候做了一大鍋丸子湯，這個丸子吧，就是做的有點熬人，吃的也沒啥特別的，蝦味倒是很濃，但沒什麼鮮味，特別像超市賣的那種捨得放添加劑的速凍丸子。完昨天還偷摸留了幾斤蝦，早上一起給做了。吃上這個，我對我汆丸子這個經典的特別懊悔，甚至都想懺悔。我發現小龍蝦這一生最好的歸宿啊，還是麻辣。我上個月花重金買了個烤全羊的配方，今天總算趕個大晴天，我買了只38斤的羊，看看在家能不能烤成功。但這活從來沒幹過，怕又幹1天1宿，等第2天再吃不成隔夜羊了嗎？所以就決定奔點鮮肥。凌晨3點天剛亮的時候，我們已經把磚搬回來了。這磚呢看着不多，但加起來得有1噸多，搬上樓之後心都突突了。這回我整明白了，空腹有氧啊，未必會減脂，但一定會折壽。後來搭槽這個過程證明了一個事兒，就我們幾個這個智力啊，那只能說有但不多。3點就給磚搬回來了，沒想到13點的時候還他媽擱着研究磚呢。得虧我哥來的早啊，他來之後20分鐘就給解決了，他算是給這全羊保住了。他要是不來，我們下午可能就改成磨刀剔骨串羊串了。然後晚上吃飯回來好多人嘛，我們搬出了待客的最高禮儀，就是石磨豆浆。過程就不細學了，那天看着小胖驚喜4連直播的算是掏上了。後來手機熱的都需要保護了，我們還在那拉磨的。事實證明，人類站在食物鏈頂端是有原因。就這天換頭驢來估計都得累吐了，但我們卻奇蹟般的挺住了。完到了下班點兒，我們同學陸續都來了。這臉皮薄的串門還帶東西來，他在德國買了一瓶易烊千玺同款的寶格麗香水，特別清新的茶香味，而且留香時間很長。最近他們還上了好多小樣，可以先買小瓶的試試味道。鏈接放評論區了，現在點還有機會抽1000塊錢的無門檻券，還有好多護膚品的活動呢，有需要的趕緊去看看。後來這羊烤差不多了，突然發現個事兒，就一直在這轉也沒注意，這羊不知道啥時候烤丟一塊肉，骨頭都沒了。我尋思這也不合理呀，這再烤下去不眼瞅要給羊火化了嗎？完這羊让我們烤的也沒啥賣相，就乾脆把料全撒上了，看着不好看，但吃起來賊香。然後今天最大的驚喜就是我把後院收拾出來了。我租這個房子的時候就是為了這一刻呀，這個氛圍感太好了。但今天這個生物鐘也是大爆炸呀，原來都是1天1宿，今天是1天1宿1天，還不一定喝到幾點。本來寻今天吃飯早能調作息，這還調個嘚兒了，一起擺爛吧。